就為這事，瓜迪奧拉還專門給克洛普打了個電話，詢問林德斯的情況。其實就是兩位江湖大哥互相之間打個招呼。哎，克洛普，你現在不帶社團了，你過去林德斯知道吧？他現在想來我這邊混，您看行不行？好說好說，咱倆誰跟誰呀？哈哈，阿森納最近的比賽，3場比賽，對方烏龍就進了4個。你說這是運氣呢，還是阿森納造烏龍的效率實在太高了？真可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戰者也。這老 K 也不知道該怎麼評啊。到底是利物浦本賽季花了5個億補強之後陣容太羸弱，只能如此呢？還是斯洛特徹底的卡佩羅化、西蒙尼化、穆里尼奧化？維拉本賽季面對 Big6 球隊5勝1負，輸的還是一場時運不濟的利物浦，堪稱仁義之師給利物浦送溫暖。現在各項賽事已經拿到11連勝的維拉真的恐怖啊！OK， 朋友們，今天又是屬於英超的一個周末，幾支豪門都贏了，也包括阿斯頓維拉，可是不包括切爾西。今天的這幾場都是咬着很緊張的節奏，一場一場啃下來的。話不多說，讓我們立刻開始。老規矩，請您先點讚再看，養成好習慣，非常感謝。今天曼城客場對森林這場焦點大戰，上半場雙方都沒有進球，可切爾西在下半場傳射建功，還打中門柱。再加上賴因德斯進一個球，森林隊這邊伊戈爾熱蘇斯助攻，奧馬爾哈钦森破門。偉大的曼城在這個賽季落後的情況下，12月竟然全勝。其實今天森林踢得相當好，中場完全搶爆了，而且曼城的中鋒哈蘭德身邊總有人跟着。曼城的奧萊利擋不住哈钦森，格瓦迪奧爾又擠不動熱蘇斯，中場的安德森懷特的瘋狗流打法滿世界跑。比賽看下來，曼城始終拿不到比賽節奏。可是瓜迪奧拉這江湖老油條最厲害的是中場調整。反觀森林隊、紐卡、水晶宮這樣打雞血的球隊，就怕中場休息，因為身體一旦涼下來，回來剛好遇到曼城有針對性的發力，瞬間就會丟球。中場的時候，老 K 盲猜瓜迪奧拉那邊的助理教練林德斯給的建議，可能是讓專人繞着米倫科維奇轉，拆解他和薩沃納、穆里略之間的空當。因為米倫轉身慢，萊因德斯、切爾西、福登繞着轉就能獲得機會。而在下半場曼城先進球之後，森林隊整體狀態非常好，在體能枯竭以前一波高潮扳平比分。比賽的最後階段，雙方對攻戰都有機會，可關鍵的時候，好久沒見到的曼城80分鐘以後的客場逆轉，這下子聯賽曼城是真的在衝鋒啊，堅韌不拔。曼城這樣的有冠軍底蘊的球隊，就是在自己狀態不好的時候，仍然能夠拿到3分。哪怕比賽球迷覺得很醜陋很艱難，當曼城球迷看着比賽覺得很惡心的時候，曼城就快進球了。關鍵時刻球星的作用再次體現。切爾基，從他在曼城剛剛亮相沒多久，老 K 就迷上了這家伙，所以打到今天，整個英超本赛季最佳引援一定是曼城切尔基。這也充分展現了曼城體育總監的水平，特別是考慮到價格只有3600萬再加浮動。除他之外，利物浦的埃基蒂克引援效果也算不錯。而比賽可以看出來，曼城中场硬度自從罗德里大傷之後還是不足。現在無論是誰踢後腰，都需要一個掃蕩型的幫着擦屁股。而森林隊自從伍德受傷以後，中前場把握機會的能力就差了好大一截。热蘇斯是一個能夠踢出很熱鬧的場面，可終結效率很低的球員。其實也不止森林隊了，英超的許多中游球队都是這樣，能跑能拼能搶，可就最後臨門一腳差點意思。歸根到底還是經濟基礎決定一切。買來的球員大多是刮彩票或者半成品一類的，一旦踢出來留不住得去豪門，賣了人之後又得繼續拿錢買彩票，周而復始。所以能夠看到的就森林隊還是太慢，反擊的邊鋒沒有速度，防守型的邊後衛也沒速度，兩個中後衛又都是航母，傳達難掉頭，轉身是非常大的問題。反觀曼城這邊持球的大核心就是切爾基，他負責掌控整個進攻節奏，而萊因德斯是氛圍組，他負責整個比賽的熱度。至於盤帶方面的核心薩維尼奧，他主要是幫忙拖延時間。這裡重點說下萊因德斯，萊因德斯這個人呀，自帶曼聯那邊的那種綜藝效果、流量打法。本賽季剛開始，老 K 一看以為是個高級貨，可是久了之後覺得是水貨的時候呢，他又能連場把握那種難度不小的關鍵進球，就有點像薛定諤的貓，總是測不準原理。不過優點是在曼城前場人員不足的時候，他有時候首發，有時候替補，肯跑動，肯前插，也敢射門。唯獨就是防守能力基本為零，可現實中你不可能每個位置都那麼完美。瓜迪奧拉敢用這種性價比的球員，也證明了自己的調教能力。現在的體壇，一個曼聯，一個 NBA 的湖人隊，兩支俱樂部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快樂制造機。當然，同時也說明湖人隊和曼聯隊的綜藝大咖太多。
萊因德斯也許是怕去了曼聯出不了頭吧。總之今天在場上他自己給自己晃倒，老 K 屬實沒繃住。所以彈幕核心萊因德斯，他主要負責整個曼城的比賽熱度炒作。別看在曼城實力排不到前5、前6，但他也算個頂級流量巨星，對吧？今天上半場整整球迷罵了他45分鐘，可人家下半場上來萊因德斯就能進球，還真離譜。更離譜的是馬上自己又送一個，那個丟球也是把球迷給看樂了。做個假動作能把自己晃倒，這種比賽場面你到哪兒去找？只有咱們曼徹斯特。還有曼城這支隊伍啊，本賽季是沒有了丁丁，但是有了一個基基切爾基，你也不知道誰更大誰更硬，只能說謝天謝地切爾基。今天又是謝爾基兜底的一天，所以哈蘭德19個進球4個助攻，謝爾基2個進球7個助攻，哈基組合進攻能力爆表，又幫助曼城拿到了短暫的榜首體驗卡。所以瓜迪奧拉的曼城真是屌，確實屌，硬是一分不丟。就這個狀態呀，感覺阿森納的聯賽冠軍是真難。9981難，這是到了小雷音寺，最難的還是曼城啊！在沒了多庫暫時不在的情況下，一個謝爾基給續了命。今天瓜帥在賽後接受採訪也談到了他說呀，是的，對切爾基我經常對他大喊大叫，我向你保證，但我也會非常喜愛他，非常疼他。對這種類型的球員，你就得這樣對待。他們有一種特別的東西，在某些時刻會讓我產生強烈的情緒，而在正確的時刻，這就是他的存在感。他才只有21、22歲，卻已經在影響我們曼城，這真的令人驚嘆。小伙子謝爾基賽後的發言情商也非常高，他說呀，我一直都渴望進球，但這並不是我的主要職責。進球的任務有哈蘭德在呢，我更希望為隊友送出精妙的傳球，能做到這一點，我就很自豪了。那麼自11月以來，謝爾基送出了7次聯賽助攻，是5大聯賽當中所有球員裡最多的。就1個月，謝爾基已經追平了本賽季英超助攻榜，這什麼實力啊？甚至還有幾個助攻被隊友給偷掉了。新賽季謝爾基傷停了1個月，要不然數據更誇張。那麼再加上過去他在法甲，謝爾基的頂級聯賽已經參與了50球，包括16個進球、34個助攻。在法甲那邊146場，14個進球、27個助攻。小伙子這麼年輕，卻已經在法甲、英超這樣的頂級賽場征戰了159場。所以對曼城這樣的頂級豪門來說，買球員很看重的就是你已經在頂級聯賽打磨過多少場，這對球員的質量保證非常重要。今天他也當選全場最佳。本場比賽謝爾基不僅1個助攻、1個親自進球，還完成了2次射正，創造了3次機會，均為全場最多。他也以73%的得票率當選全場最佳球員。去年看曼城的比賽最難受就在向前傳球少，後場倒腳多。可本賽季謝爾基來了之後，肉眼可見的才華橫溢，有想法。過去齊達內還在皇馬的時候，老 K 就記得謝爾基已經出名了，也有過新聞皇馬想買，可最後錯過。過去這個球員在里昂那邊的名聲不好，說是被寵壞的問題兒童，可也是陰差陽錯。如果在里昂那幾年謝爾基更踏實的話，現在也不可能這個價格被曼城拿到。過去外界對他的擔憂就是態度問題。哪怕上賽季在里昂如此咖瑞，也老是被噴啊，說他毒，說他亂來。也許只是環境問題。前幾年他在里昂不認真，只是因為身邊不是世界最頂級的球員，不是最頂級的強隊，也沒有最頂級的像瓜迪奧拉這樣的主帥教導他。如今到了曼城，他再也不是那個所謂浪子，就他沒有逆足這種天賦這種雙足怪，老 K 是過去最喜歡了。今天有個細節，在比賽中2次進球以後，瓜迪奧拉都直接找助理教練林德斯慶祝，這是過去克洛普在利物浦時候的搭檔，真是有點東西啊。當時他也跟着克洛普去了紅牛體系當主教練，但帶隊非常差，下課了。後面投奔瓜迪奧拉來了曼城，就為這事瓜迪奧拉還專門給克洛普打了個電話詢問林德斯的情況，其實就是2位江湖大哥互相之間打個招呼。克洛普，你現在不帶社團了，你过去林德斯知道吧？他現在想來我這邊混，您看行不行？好說好說，咱倆誰跟誰呀？另外，曼城今天2個進球，第一個球明顯是中場就設計好的，哈蘭德牽扯，萊因德斯前插，切爾基送球，一次就打成。第二個球也很明顯是日常訓練的效果，福登已經找這個點起碼3次以上。格瓦迪奧爾擺渡，但沒想到是擺渡給了謝爾基，所以曼城角球最近一段時間是真有東西啊。去年1年沒進幾個角球，現在有了不錯的改觀。關於林德斯，賽後記者也問到了這一點，瓜迪奧拉的原話是：林德斯太棒了，真的太棒了，他是一位頂級教練，有時候球員都覺得他是我的助手，不，也許我是他的助手，他是真正的頂級教練。下半場最後幾分鐘我們聊了調整陣型的事，馬上就見效果了，這就是林德斯頂級教練的價值。
今天比賽84分鐘，曼城2比1逆轉的時候，門將多納魯馬狂奔慶祝，這非常自然讓老 K 想到了93-20奇蹟那時候的門將喬哈特，這樣子的本方門神狂奔慶祝的鏡頭，激情四射，真的看起來很感動，很懷舊。當今世界足壇2大最頂尖的門神，多納魯馬和皇馬的庫爾圖瓦，一個不貪財，一個不好色。庫爾圖瓦不貪財，只是對自己的隊友從小一起長大的好朋友德布勞內的女朋友下手。多納魯馬呢，不好色，只是為了錢從 AC 米蘭去了大巴黎，又從大巴黎來到了曼城。哈哈，挺好挺好。完美的英雄是不存在的，有時候人民就喜歡這樣有人性弱點的大丈夫。眾所周知，多納魯馬在曼城球門前砌了一道高牆，今天有腳弧線球，對方的攻門要是臂長稍微短一點就被對方進了。嘿嘿，所以給錢就辦事這一塊，全球足壇唯有多納魯馬。所以多納魯馬今天也當選國際足球歷史和統計聯合會的官方宣布2025年世界男足最佳門將就是多納魯馬。好，今天萊因德斯雖然進了一個球，可是一被打反擊，他回來總是最慢的。森林進的那個球就是他腳下打滑送了個反擊，之後呢回防又緩慢，位置就總是空出來，所以打了73分鐘，今天被換下。主要就2個小缺點，一是喜歡往人堆裡帶球，二是喜歡丟失球權。可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只要拿到3分，今天咱們曼城看誰都香。對老 K 兒子踢球最大的啟迪作用就在於萊因德斯他一直在不斷前插，一直在往對方的身後跑。他現在是幫哈蘭德分擔進攻壓力最好的方式。在京多安走了以後，曼城前場一直沒有人幹前插這件事兒。現在萊因德斯剛剛好能彌補，而且他的體力在80分鐘反擊的時候還能全速往上跑。目前在曼城沒有幾個球員有這等體力。今天進球的這個傳跑時機以及射門，也不是誰來都能進的，所以不能因為一個球員技術菜就否定他的全部作用。關鍵是主教練在正確的時機，在正確的場合把它用在正確的刀刃上。總之，現在的曼城除了球衣醜一點，幾乎沒有缺點。今天福登在場上被熱蘇斯的高抬腿狠踹了一下，竟然沒有黃牌，那一下鞋釘都把大腿踹出了血，而且剛剛好就在膝蓋的位置。福登本賽季發揮一直比較好，今天還算比較一般的，可是有他在，下線可以穩得住。本場的接球轉身一腳出球沒有什麼問題，只是多了一些浪射。而福登發角球方面，現在格瓦迪奧爾已經是定位球的核心。曼城的角球設計已經從找哈蘭德改成找格瓦迪奧爾，效果也是顯著的。從11月底到現在已經進了5個定位球，所以福登的角球就總是發後點，又高又飄。還是那句話，比賽永遠都要以打破對手預期為第一原則。只要有變化，石頭剪刀布換着出，那麼曼城的進攻戰術就很難被遏制。本賽季在場上，太子福登跑的是真多，就沒有休息過。領球轉身的技術動作也依舊絲滑，看着讓人真舒服。看後面的情況，感覺福登有一點受傷，希望沒有大事兒。而曼城的格瓦迪奧爾，現在看曼城的角球格瓦迪奧爾的作用是真的很重要。一旦有連續的角球，老 K 嘴裡面就忍不住念叨：進一個，格瓦迪奧爾進一個。今天雖然沒進，但助攻了，這也讓曼城開始能夠進角球了。還有作為防守球員，格瓦迪奧爾的小動作是非常多，這是一個防守型球員戰鬥力的基本盤。咱們華人孩子從小踢球就最大的弱點就在這裡，小動作太少，手上動作太少。要知道足球、橄欖球等等都是強身體对抗運動，你慫對方就強，你強對方就慫。所以本場格瓦迪奧爾依然攻防俱佳，堪稱戰神般的表現。而今天曼城中場出了些問題，尼科·岡薩雷斯這個點在水晶宮那邊眾多瘋狗的搶逼下，今天感覺有些拖沓，表現一般般吧。對面一上壓力，失誤就增多，水平也有待提高。這屬於對面搶得太兇了，曼城踢水晶宮那一場也類似。所以每當這種時候，一個後腰球員的水平真正的高低就顯現出來。尼科本賽季確實進步不少，但他一旦缺乏保護，能力的短板就凸顯。那麼曼城方面還有利好消息，伯恩茅斯前鋒塞门約希望能在明年1月1日前立刻就要敲定轉會曼城的交易。伯恩茅斯队方面呢，是想讓他在1月10日的轉會截止日期前出戰對陣阿森納和熱刺的比賽。可球員是希望盡快去曼城，越快越好。OK， 今天在曼城贏了之後，阿森納的比賽隨後就來。上半場剛開始14分鐘，薩卡助攻厄德高遠射破門，厄德高攻入了自己賽季首球。下半場第52分鐘，賴斯主罰角球，造成了魯特爾的烏龍頭球，再下一城。果然定位球方面，其他的豪門雖然也強，但阿森納才永遠是天字第一號。
之後，布萊頓這邊阿里亞抽射打中門柱，迭戈·戈麥斯補空門扳回一球。隨後的比賽，馬丁內利也錯失良機，布萊頓的明特在禁區內兜射，被阿森納門將拉亞做出極限撲救，2比1險勝，也拿到了這3分。阿森納最近的比賽，3場比賽對方烏龍就進了4個。你說這是運氣呢，還是阿森納造烏龍的效率實在太高了？真可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戰者也。好在雖然好幾場槍手都是磕磕絆絆，一球小勝，可比賽內容卻是一場比一場更好。現在阿森納的陣容競爭力是足夠的，這段時間狀態雖然掉鏈子，但是也沒失太多分。今天最後拉亞的這個關鍵撲救，這個球竟然能撲出去，大概率就是本輪最佳撲救。當時明特可是奔着死角打的，球速和弧線都接近完美，而咱們拉亞身高不夠，臂展不夠，但這舒展到極致的彈跳和柔韌性太強了，感覺就一個飛撲就差點把自己給拉傷。像這種身材比較矮小模型的門將，撲救的觀賞度確實拉滿。過去的拉瓦斯、皮克福德，還有拉亞索莫等等，這就是英超金手套的含金量。要沒有這個撲救，今天榜首也許就是曼城的。比賽中，門將拉亞達成了英超第150場的里程碑，而且在本場又奉獻神撲。過去的150場英超，拉亞取得了58次零封，這也是自他在2021年8月完成首秀以來，英超門将中的最佳數據。同期排名第2的是阿里松，他在142次登場中完成了55次零封。另外，本场比賽再次凸顯中場賴斯的含金量。今天他代打右邊的右閘，明顯不太適應，可是從比賽看，右路攻防依舊是打得不錯。可另一方面，後腰沒有了賴斯，正面防守和左路推進就差了許多。可以說賴斯對比賽的影響力可見一斑。所以阿爾特塔這一招可能也跟皇馬、利物浦學的吧。皇馬有巴爾韋德，利物浦有索博斯洛伊，阿森納現在的賴斯也成了右後衛，再加上曼城有個努內斯，拜仁那邊還有個基米希，對吧？甚至我記得巴薩的佩德里好像也踢過右後衛。那麼賴斯本場上半場跑得非常多，覆蓋了整條右邊路。在這種情況下呀，很難想象在80多分鐘了還有力氣繼續前插。那一下鏟球真是乾淨又利落，犯規以後也會拍拍對手表示歉意。所以這樣的大哥型的明星球員，無以倫比的氣質，全場飛奔，堪稱阿森納自己的勞模，屬於作風優良、能力突出。上半賽季阿森納全隊先進個人非他莫屬。一個體能怪，還能攻善守，關鍵長得還帥，全網幾乎找不出賴斯一張醜圖，這長得是真夠賞心悅目的。可惜現在的阿森納也有弱點，就比如門前薩卡的中堅能力太差。薩卡現在的內切射門確實水平一般，基本都打飛。自從上次腿筋受傷以後，速度好像也有些變慢，總感覺這賽季他訂婚以後狀態越來越疲軟。就好在有一點，創造機會的能力基本相當於其他人之和。所以薩卡是助攻能力真的強，場上的表現非常穩，實在是中鋒無力。現在的把握機會能力，阿森納奇差無比，也就導致薩卡看上去全隊都沒狀態，傳給誰能進？馬丁內利連那個球都沒打進去。現在看來，澤凱賴是阿森納這一筆交易槍手可能真會後悔。目前看，即使熱蘇斯上來的20分鐘，明顯都比澤凱賴是要高一個檔次。只是熱蘇斯身體有差距，明顯牽制不住對面後衛，而澤凱賴什雖然進不了球，進攻端貢獻小，但防守的時候他有牽制作用。熱蘇斯現在的身體已經不敢拼了，只能給阿森納提供一些技術支持。後面的比賽逐漸讓馬丁內利去中間壓迫，熱蘇斯去邊路就好了許多。而澤凱賴什的問題還是看着壯，可對抗不行，身體發沉。澤凱賴什的無球跑位有問題，就很難接到隊友的傳球，只是能夠利用身體去对抗。尤其是反擊時候的跑位問題真的肉眼可見，運動戰又老是埋伏在後點，這甚至不如中場球員梅里諾踢中鋒也知道怎麼去搶前點。總之看澤凱賴什的眼神，就球都找不着，這也真是給阿爾特塔出難題了，怎麼去調教，怎麼讓澤凱賴什成為當家中鋒，成為屠龍刀，否則就這麼下去本賽季16次出場竟然只有5個進球，還沒有助攻。好在大家不要着急，最近的《每日郵報》專門介紹了阿森納總監貝爾塔的故事。咱們今天先賣個關子，明天好好跟大家講。有這位體育總監在，未來阿森納不愁人才。好，今天阿森納還有一個大好消息，就是加布里埃爾終於可以踢了，替補上場了19分鐘。上次國家隊受傷真是倒了大霉，球迷們能夠看到他歸來，馬上就莫名的安心，定海神針本場若不是他復出，就感覺最後甚至有可能會被扳平。依舊是那樣的霸氣，安全感拉滿。沒有他，因卡皮耶被人欺負了好幾次，頭球看着就慌。所以好消息是加布里埃爾復出了，壞消息是阿森納又傷了2個後衛。
阿森納陣中先是廷貝爾傷了，廷貝爾在替水晶宮的最後階段感覺有些不舒服，球隊為了安全起見也沒有冒險讓他出場。再加上本場熱身的時候卡拉菲奧里熱身受傷，斯凱利就只能頂替他進入首發陣容。所以未来阿森納和曼城的英超之爭，除了技戰術水平全面的比拼之外，還有一點就是健康管理的高低啦。好，今天利物浦主場終於2-1小勝狼隊。上半場結束前，先是弗林彭強突助攻了格拉芬貝赫首開紀錄，緊接着1分鐘後埃基蒂克人球分過以後助攻維爾茨，維爾茨也斬獲了在利物浦生涯的首球。下半場51分鐘，狼队那邊布埃諾亂戰扳回一城。所以今天的比賽連續3個小時，賴因德斯、厄德高和維爾茨先後破門，3個強隊就像商量好了一樣，大家都踢個2-1，意思意思。只是比賽的对手含金量不同，利物浦踢個狼队，墊底的狼隊，竟然下半场被人壓着打，贏得如此艱難，真不知道斯洛特到底是用的什麼戰術。2-0領先後就被狼隊完全壓着打，還沒有一點犀利的反擊。尤其是最後10幾分鐘，完全不知道利物浦在搞什麼。當然，想起阿森納踢狼隊也是靠捕食絕殺，有時候這英超的墊底隊是真難踢。不過還是讓人懷念克洛普扎叔的時代，踢這種隊伍起碼3-0起步，想踢就踢，想控就控。可現在的卫冕冠軍利物浦踢個副班長都沒有話語權。還是那個問題，邊路速度不夠。這下半賽季要不買個邊鋒啊，利物浦估計場場都得這樣。主教練斯洛特只要是領先就會龜縮拖時間，然後場面上就極為被動，丟不丟球吧看運氣，成事在人謀事在天。可這一場接一場，利物浦現在如此慫，如此的比賽內容，竟然也有7場比賽不敗，而且還豪取4連勝。這老 K 也不知道該怎麼評啊。到底是利物浦本賽季花了5個億補強之後陣容太羸弱，只能如此呢？還是斯洛特徹底的卡佩羅化、西蒙尼化、穆里尼奧化？最關鍵，每一場利物浦的比賽能拿3分的都是靠最後硬扛对面的猛攻去死守，而落後的比賽就更不用說了，前場堆一堆前鋒，好像進攻球員堆得越多就能進球一樣的。所以現在的皇馬和利物浦，阿隆索和斯洛特，最關鍵的並不是贏不贏球，雖然這幾場好像都贏了，他們的根本問題都是足球的戰術哲學和體系到底想打造什麼樣子。利物浦現在都踢腳下，可是对手們都知道你要踢腳下，速度又慢又沒有邊路，所以這是關於他們基本足球哲學和基本足球原理的問題。沒關係，咱們且看且珍惜，一步步慢慢觀察，看看斯洛特的利物浦到底未來1年半能夠踢出什麼戰術哲學。那麼今天當然得表揚終於手球的維爾茨啊，一場球辛辛苦苦給隊友做了那麼多餅，隊友們是一個都不吃，最後只能自己來了。今天的小土豆維爾茨這過人這直塞球，穿插着洗球，恢復到了在勒沃庫森過去的狀態。就可惜餅都嚼碎了，想餵到隊友嘴裡面，隊友還是不吃。今天斯洛特對维爾茨的安排完全活躍在左路，嘗試過人8次，成功過人7次，關鍵傳球3次，均為全場最高，踢得相當的燃，在底線跳舞啊。從英超第6輪開始，維爾茨慢慢好起來，每一場都比上一場有些進步。現在能夠看到他在英超對抗不太怕了，傳球的線路也越來越漂亮。希望這一開張就一發不可收拾。在2025年的最後一場比賽，維爾茨終於進球，明年26年就迎接新的開始吧。好，千呼萬喚始出來，終於小基耶薩首發了61分鐘，但也讓人看出來小基耶薩做替補騎兵可以，當首發水平還不行，跟隊友之間也沒有什麼配合，看得出很忙，但卻不知道忙什麼。不過我們也不能要求一個快1個賽季都沒有首發的球員瞬間就能找回狀態，拼也是蠻拼的，這也打了60分鐘，算蠻好了。不過也只有拼勁兒，還是理性看待吧。那麼在拿下了狼隊之後，利物浦不知不覺間又爬升到了英超第4位，現在領先切爾西和曼聯3分。本賽季目前除了紐卡和托特納姆熱刺可以忽略不計，其他的5大豪門再加上阿斯頓維拉，競爭明年的歐冠區異常激烈。好，咱們再看看最後切爾西1-2輸給維拉的比賽。主場作戰呀，先進1球啊，車路士。上半場里斯詹姆斯角球開出來，佩德羅將球蹭入球門。可下半場加納喬傳中，馬特森在禁區內手球，裁判卻示意沒有問題。等到維拉隊的沃特金斯替補登場，連入2球，上演梅開二度，2-1逆轉。阿斯頓維拉呀，埃梅里呀，沃特金斯啊，真的太強了。這維拉打逼格6真是一個接一個的殺，一路狂飆，能夠拿下全靠埃梅里的戰術布置出了奇效。過去的逼格6你什麼逼格6？現在咱維拉才是逼格6，
下半場的維拉上了主力，切爾西被壓着打。而馬雷斯卡這邊將帕爾默換下去，中場連個能持球推進的都沒有，更別說傳威脅球了。維拉本賽季面對比格利歐球隊5勝1負，輸的還是一場時運不濟的利物浦，堪稱仁義之師，給利物浦送溫暖。現在各項賽事已經拿到11連勝的維拉真的恐怖啊！另外就是裁判，今天這個手球沒有任何不給點球的理由吧？甚至連 VR 都不看。切爾西本場能輸，裁判這個球啊，70%得背鍋，剩下30%確實是切爾西下半場踢得不好。這也凸顯了主教練埃梅里的臨場調整，完爆對面馬雷斯卡。上半場不上主力逗你玩，下半場田忌賽馬。早就知道你切爾西的板凳深度不夠，換的都是些什麼人呀？一方面上半场维拉扛住了，另一方面车路士上半场也浪費了太多機會。而最重要的一點，老 K 最喜歡的埃斯特旺已經無數次在右路證明過自己，可馬雷斯卡卻讓他踢中間的10號位，這導致埃斯特旺直接隱身。英超啊，真的是戲劇性、故事性太強。老 K 看完上半场還在想，這維拉怎麼回事？半场就這個水平，這强弩之末難穿弩高，正準備用成語呢。可上半場滿心歡喜的切爾西球迷看着維拉隊上半場沒有任何機會，沒想到是人家埃梅里還沒有喊將士們上刺刀，一邊再戰一看，維拉隊開始亮刺刀了，果不其然，結果還是朝着車迷們最不想看到的趨勢發展。那麼場上維拉的羅傑斯、沃特金斯的那個進球，就是他一腳穿透對手的後防線的直塞助攻，只是因為拿到後沃特金斯先是射了一腳，然後被桑切斯擋了一下，又碰到沃特金斯才进，可能算的是2次射門，就沒有在數據上再算羅傑斯的助攻，確實有些可惜。摩根羅傑斯下半場開始的高位逼搶，直接開啟了維拉翻盤的序章，而29歲的前鋒沃特金斯果然能夠常年進英格蘭國家隊的到底是厲害。沃特金斯還是屬於被低估，只踢了32分鐘就進了2個球，作用很大。之前的馬倫在前場是球都摸不到，可沃特金斯上來就频频衝擊切爾西後防，再加上一起上來的24歲比利时中場球員阿馬杜·奧納納，這家伙身體真硬啊，簡直就是博格巴的存在。1.95米的身高，又黑又硬，大長腿，覆蓋範圍還廣，替補一上場直接控住整個局面，就感覺他甚至比凱塞托都厲害。他的攔截搶斷實在是牛逼，立竿見影，一上場前場搶斷加中場攔截，人站在那就像一堵牆一樣，切爾西怎麼都過不了，直接就將維拉的中場給盤活了。沃特金斯的第一個進球就源於奧納納的攔截，而在接下來的時間也是他多次攔截撲滅了切爾西最後的反擊攻勢，屬於一個人上場打了31分鐘就把切爾西的2翼中場給打爆了。所以老 K 說了那麼久，為什麼喜歡瘦腰，喜歡這種又黑又壯又粗的瘦腰？24歲名不見經傳的奧納納給了最好的注解。這孩子第一次出現在咱們老 K 足球新聞，還是上一次比利時國家隊的比賽。當時足協的一位工作人員乘飛機專門前往哈薩克斯坦，就做一件事，把47碼的球鞋帶給他，因為他的腳實在太大了。關於他更讓曼聯球迷生氣的呀，是在奧納納和阿斯頓維拉簽約之前，曼聯曾經試圖簽下他，可最後是24年7月5940萬歐元去了阿斯頓維拉，大概率還是當時的曼聯管理層聽錯了，應該買這個中場奧納納，結果去買了個門神奧納納。今年他還只有24歲，明年後年身價會不會飆升到1億歐元以上呢？好，咱們再看看今天的足球新聞。巴薩的中鋒傳奇球星萊萬多夫斯基今天談到了在他的傳記中有一個極為抽象的內容，就是巴塞羅那曾經要求萊萬停止進球，要不然又要付給拜仁250萬的獎金。針對採訪中關於這件事對萊萬的提問，萊萬說，有些事情我不想談論，我尊重巴塞羅那俱樂部以及在俱樂部工作的每一個人，我了解俱樂部的處境，為了俱樂部的利益，很多事情需要解決。簡而言之，這是一筆獎金，在那個時候巴薩對每一個歐元都要精打細算，這不是一件小事兒。而對我來說，當時這也並沒有改變什麼，我沒有因此感到困惑，但我會一直在想，我到底要不要進球呢？哈哈哈！哎呀，巴塞羅那豪門啊，這屬於管理層臉都不要了，竟然為了省獎金讓球員不要再進球，這種事兒真真切切的就發生在巴塞羅那俱樂部。哎呀，老 K 就記得萊萬剛來的時候還吐槽說巴薩食堂的肉都沒有拜仁多。巴塞羅那呀，那個時候已經窮到連餐飲都要精打細算了。不過有一說一，德國菜確實不錯，在歐洲算為數不多能夠吃的，
又有香腸，又有大肘子，還有酸菜，跟東北菜差不多。好的，今天在沙特利雅得勝利的主場 ，C 羅上半场再次上演梅開二度。於是，在2025年，40歲的 C 羅各項賽事打入了40球，這是他職業生涯第14次單一自然年進球40加。老 K 看了一下 C 羅的記錄，從2010年的48球開始，只有2019年和2022年沒有進40個球以上，19年進了39個，22年 C 羅在曼聯的狀態確實一般。那麼今天利雅得勝利主場3-0大勝阿科多。40歲的 C 羅也達到了職業生涯第1300場的里程碑之戰。過去這1300場，一共打入了956個進球，送出306個助攻。哎，一個40多歲的球員，還會因為沒有戴帽子戲法而讓所有看球的球迷感到惋惜的，可能也就只有 C 羅了。好的，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感謝大家的點讚、熱推、分享和評論。朋友們，讓我們明天再見吧。